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？跟妈咪说说话。小迪，宝贝，宝贝，起来了。小迪呀，不要睡了，你不要想妈妈。 起来啊！你不可以丢下妈妈一个人的。起来，起来啊！啊，小弟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！我也跟你一样，2年前，我也想从这里跳下去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是我害死我儿子的。如果不是我，他应该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 我可爱的小弟，我的宝贝小弟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我没有活下去的资格。是啊，感觉自己整颗心像死了，希望自己能为他再做多一点，看他多一眼，跟他说说话。 感觉他的体温，可是慢慢的，这种痛苦就像时间一样，只要你不去想，不去看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然后不知不觉中，累了你就会睡，饿了你就会吃，跟正常人没有两样。 你甚至会质疑自己，凭什么活下来？答案只有一个：只有活着，才能让那个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范女士，经过检查，你的身体情况不适合做移植手术。可以的，只要我儿子健康，要我的命也可以。实在对不起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们还有其他亲人吗？我是单亲妈妈，我的亲戚都在马来西亚。我已经把小迪的名字放在肝脏捐赠的等候名单上，他还是有机会的。 Dr. 梁，请问一般上要等多久才会有人捐肝？很难说，有很多人在排队。不能优先让给小弟吗？很多人的情况比小迪更危急，
没办法给他优先权，我还有病人，不好意思。小姐，你不要介意，我刚刚听到你跟医生的对话，你儿子病得很重吗？或许我可以帮得到你。以前我一个亲戚也需要换肝，可惜身边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排队等候名单要等好几年呢。好几年？不过他去年成功换肝了。他是怎么换的？他是刘先生，你放心，我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有一个方法是不需要排队的，就是对方指明捐肝给你儿子。可以这样吗？没有任何亲属关系，医院会同意吗？可以，对方只需要说是你的好朋友。要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啊？我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，真的？不过需要一些手续费，毕竟人家也是缺钱，才愿意帮助你的。需要多少钱5万。真的不能多接一点吗？抱歉，以你的薪水就只能借那么多了。我还有一间3房式祖屋。抱歉，政府祖屋是不能够用来做抵押的。我问过了，但还是不够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谢了。Typography 弄好了吗？多5分钟，多5分钟。快点啊，顾客在催了。OK。Dave，你的设计图呢？已经 email 客户了。啊 ，Thanks Dave。你好，我想跟你们借4万块。没问题，请问贵姓？我姓范。你好，范女士，这笔钱我们可以借给你。明天可以拿到钱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要借的数目不小，需要先付一点押金。为什么要押金？我借钱还要给你们钱，你们是不是合法的？我们当然是合法的，你上网也能找到我们的网站。老实告诉你，其他公司不会借你这么多，我是看你好像有急事，才特地通融。我们借钱给你，也会担心你不还跑掉。押金要多少钱？5000。这么多？根据公司规定，押金是借贷金额的1/8。那你们之后会把5000块还给我吗？当然，等你把所有的钱还给我们之后，我们当天就会把押金退还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要借更多了，可能要4万5千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帮你处理。请你给我你的 IC 和 SIM Pass。
新 pass 不是不可以乱给人的吗？我们必须做信用评估，查一查你有没有欠银行钱，或是有任何债务问题。我觉得不太方便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到你们的公司去找你们，可以吗？没问题啊，不过你要提早预约，最早的 appointment 是2个星期后。这么久，我这2天一定要拿到钱。那你就不要再拖了，这笔数目不小，我还要帮你跟我老板争取，让你尽快拿到。不如你拍你的 IC 给我，我先帮你设立账号，因为设立账号也需要一点时间。全部寄出去了。Dave， 午餐吃火锅不费 ，OK？ 大家 OK 吗 ？OK。Good。Sure。烫。老师说 Xavier 中文成绩不好，我帮他找了补习老师，每个月要300块钱。你还应付得来吗？最多私底下接一些设计图来做。你每天都加班，都不够时间休息。儿子学业要紧啊。爹地。你几时跟我玩？这个星期六爹地放假，带你去踢足球好吗？好。耶！银行已经答应了，只要你还手续费，就会把钱发给你。不给取消金的话，按条例我公司可以告你，你自己想想，划不划算？范女士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还打扰你。你的账号已经设立好了，如果你还要借的话，就传押金给我。你真的会把钱还给我？我们是合法的借贷公司，我叫 Roy Lim。有什么事可以通过这号码找我，你放心。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45000块？收到押金后，我们隔天就发款给你。你一定觉得我很笨，这么容易受骗。你会受骗不是因为你笨，而是因为你太迫切了。不管多聪明的人，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可能会犯错。一开始，他们引诱你投入一笔钱，说是押金，一交了钱，无论数目是多少，就已经成功骗了你一半。接下来，他们告诉你，因为行政问题、银行问题、各种问题，要你再加入一笔钱继续交易。你因为害怕失去之前给的钱，所以只好继续给。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受害者的心态，继续的让你们投进更多的钱，无限循环。大家5分钟后开会。
你不是说给你们押金后，今天就可以拿到钱吗？钱呢？小姐你好，随便看看呢。是，我们正在准备发款。不过，因为你付押金时，银行那边出了一点状况，现在你的押金还被卡在银行那边。小姐，你有没有其怎么他颜色？可能？我现在就打去银行问。不用，我们可以等银行把钱转过来，只是通常要4、5天。什么？我不能等4、5天。对不起啊，我有急事。这样就有点麻烦了。好吧，我们会尽量跟银行沟通。麻烦你了。银行答应通融了，不过可能要请你先付一笔手续费。为什么要付手续费？要付多少？是要付给谁的？手续费1500，当然是给银行，我们1分也不会拿。这么贵？这是银行定下的价。这样好了，我们这边也跟你一起承担，你付750就好，其余的我们垫上。还是很贵，现在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放心，等你押金一到，银行也会把这手续费退回的。到时我们会把这750，还有你要的4万5，一起发款给你。你确定？不如我们一起去银行跟他们说清楚好吗？哎 ，Dave， 开会了。哦。范女士，我是很有心想帮你，可是如果你不想给这750，就等银行4、5天后把账自动转过来吧，我们可以等。恭喜你，好不容易找到适合你儿子的肝了。你一筹到钱，我立刻帮你办。诗敏，你在里面干嘛？不该试衣服。对不起啊，我头有点晕，我马上就出来了。刘先生，我筹到钱了，请你尽快帮我安排。收到了，我马上处理。小迪，妈咪，你今天没有做工吗？我拿了长假来陪你。哦，小迪乖，很快呢就要动手术了。你病好了之后，妈咪就带你去香港看你最喜欢的机器人展。耶！这个吃菜，好吃吗？你自己吃。对不起啊，我老板说不可以跟你一起承担这750，你必须再发750给我们。网玉 ，Thanks。为什么这样？你们说话不算话。算了，我不借了，你们把押金跟手续费都还给我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不借了，
那些钱我们必须没收。妈咪，啊，没事，妈咪去一下洗手间，你慢慢吃。Thank you。干嘛不接电话？你们是骗子对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在开会。这是我们的公司条例，如果借贷过程出了问题，我们有权利没收押金。白纸黑字，这里是新加坡，我们怎么敢骗你啊？我都已经没钱了，你们还一直跟我要钱。这些钱你全部都会拿回的。我都说了，等银行一通过，你1分钱都不会少。45000块加之前的750和现在的750，你都会拿回的。收到了，我立刻帮你处理。范女士，收到了吗？我们已经把款项发给你了。没有啊。For dessert, deconstructed pavlova. Thank you. “为什么不听电话？你根本就是骗子！”对不起啊，为了你的事，跟老板开了一整天的会，刚刚才结束。我的钱怎么样了？我们还在调查，明明发过去了，但银行那边也不肯给我们回应。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钱被冻结了。为什么这样的？我的钱呢？我知道你急需这笔钱，所以今天才求了老板1天。唉，希望能破例先把公司的储备金发给你啊。真的？老板也答应了。谢谢你。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啊？可不可以尽快？其实已经在进行中了，估计你明天就会收到。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啊，你必须付一笔保证金啊。什么保证金？这是立场手续，因为公司的储备金不可以随便乱动用。我知道你需要这笔钱，可以的话我也想给你。不过公司不是我开的，我能做的也有限。你们还要多少钱？3000。范思敏，你为什么那么笨？啊！为了这4万块，你被人骗了9500块，为什么要相信他们？其实你有提高警惕，至少你没有给他们新 pass。有什么用？我还是给他们骗了。如果你给他们新 pass， 后果可能更糟。有什么事比我失去我的儿子更糟？小弟，小弟，小迪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快点来啊，医生！小迪，小迪没事吧？
小弟怎么样了？他出现了并发症，他的肝脏已经负荷不了了。我会把他在等候名单的名字移上去。还要等？抱歉，也要有适合的捐赠者才行。现在也只能等了。小弟，我的宝贝。 喂，刘先生，可不可以马上给我肝？你钱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出了一点问题，不过我答应你，一有钱我一定会马上转给你的。没见到钱，别人是不会捐的。可是我儿子不能等了，求求你帮帮我好吗？那你就去找钱，不然我会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喂！求求你帮帮我，不要把我的血汗钱给他们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你必须先报警，等拿了 police report， 我们才能够帮到你。报警？喂，哪里？耶，说得。合法的借贷公司是不能用 SMS 发出借贷信息的，更不可能给你。我知道这一切，我都知道了。我的钱拿得回来吗？我们会调查，但不能够保证。我的儿子快死了，我急需那些钱，我能治病的。我们会尽力而为，可是这些人通常一收到钱就会立刻转走，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拿不回钱的。不会的，你们一定有办法帮我把钱找回来的。求求你们帮我把钱找回来！我不管你是不是骗我，我儿子没有这笔钱真的会死的。求求你不要这么狠心！你看你满头大汗的，好啊，那开心。真的是。啊！来，我们一起玩。哦，来了。对不起啊，现在是周末，公司没开，星期帮你 check。来了。请你先出去。妈咪，快点哦，快点哦，跑哦，跑去。宝贝，起来了，小弟啊，不要睡了，起来了。你不可以丢下妈妈一个人的，小弟。起来啊，小弟！起来啊，不要睡了，小弟。何律师，你说的对，那个人害死了小弟，我不能够就这样轻易放过他。你是律师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就只剩下这些钱了，求求你，帮我，可以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
你好，你们这栋主屋有几层楼出现臭虫问题？方便我进来做个检查吗？我家没有臭虫啊。啊，这是以防万一，万一真的有臭虫就麻烦了。哎，你放心，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。你请便吧。啊，好。Hello。妈咪，他是谁？他来帮我们灭虫的。你看，真的有啊？怎么办？臭虫很难处理的。臭虫很会繁殖的，如果你的客厅有，其他房间肯定有。要不我帮你做一个简单的清除，如果你满意的话，我下次才帮你做一个大消毒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们先出去外面等吧。啊，好的，你给我半个小时就好了。光喝红酒不用吃饭啊？我叫外卖，我们一起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love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吹蜡烛。啊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我最喜欢长颈鹿了。哦，长颈鹿也喜欢你啊！哎，妈咪呢？妈咪！多亏有你，我们才能那么快抓到那个 stalker。我只是在帮我的客户，顺便帮你们。哇，组长，不当警察后，你好像变得更神通广大。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有毅力？天天都来。PYF 真的问题的，你们一定要查清楚，求求你们了。上次不是告诉过你，案子还在调查，有进展会通知你吗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真的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的，我求求你们查好不好？范女士的遭遇真的很令人同情。她现在的心情应该跟你以前一样。其实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，不要再陷下去。你有查到什么吗？他的真名叫 Dave Leong， 是名广告设计师。听说有人来灭虫了。灭虫？灭什么虫啊？臭虫啊！他说这栋楼很多臭虫啊，我就让他进来看。一般都是家里找到臭虫才叫人来的，怎么会是反过来的？反正又没损失，才10几块而已，他们会寄账单来。以后不要乱开门，也不要乱相信别人。可是他们真的找到臭虫，还给我看呢。哦。他说臭虫很会繁殖的，客厅有，其他房间都会有。你让他进其他房间检查了？
这些都是我在他家里收到的犯罪证据。这个 Dave Leong 做事很小心，每次都用不同的手机诈骗受害者。请问我认识你吗？骗了我9500块，你居然不认得我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死骗子！你骗了我这么多钱，你还装傻？嘿，你不要乱说话啊！我儿子死了，我儿子病死了，你一定会下地狱的，你们全家人都会下地狱的！喂，你不要乱揍我家人啊！你放手！你骗我的钱！太可恶了！毁了人家一生，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这种人不教训他，连天都看不下去。要他痛，就必须拿走他最珍贵的东西。可是他的老婆和孩子是无辜的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家人。喂，有人找上门了，我被发现了。你们小心，暂时别跟我联络。 是那么多人在外面，这么多人在找他。哇，哎 ，Dave， 外面很多人找你，还拿着你的照片呢。他们说你是骗子，怎么一回事啊？是一场误会了，他们认错人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的孩子病了，可以帮我请假吗？我要带他去看医生啊。他就是 Dave Leong。 刚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打Daddy？这样也不行，还有别的吗？我的卡都是跟你联名的，你说呢？Daddy，刚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打你，还说你是骗子 ？Are you a liar, Daddy？ Shut up！ 你自己做错事情，还对孩子发脾气。Sorry, Xavier，Daddy 不是故意的啊！你先不要烦 Daddy，OK？ 找我帮忙吧。老公，你看，这我了。这些书是真的。爸，外公外婆。爸，我们需要暂时离开。 可是卡都被冻结了，可以借我们一点钱吗？他骗了这么多人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？妈，爸，这是你不要见我！你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还想连累我女儿啊？爸，他怎么说也是Xavier的爸爸，他没资格。走，妈，Amy，你给我滚！ 你们怎么会有这些？是你们搞的鬼！你们到底是谁？打！为什么要伤害我老婆和孩子？错的是我，要报复就报复我好了。你也伤害了别人的家人，他们做错了什么？
范女士的儿子被你害死了，他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拿他的钱，又没有杀人放火。你以为你拿走的只是他们的钱吗？你拿走的是他们的人生。我要你用你这辈子来偿还他们。我要你的老婆这辈子都不想接近你。我要你的孩子永远都瞧不起你。Dave 亮吗？我们怀疑你跟几起贷款诈骗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去警局协助调查。警察通知我，骗子已经抓到了，但是钱拿不拿得回来很难说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先去一趟香港。之前答应过小迪，他动了手术康复之后，我就会带他去香港看机器人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尽管跟我说。你们已经帮我很多了，何律师，希望你也会成功。什么？希望你也能为家人讨回公道。郝总，我就只剩下这些钱了，帮帮我好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希望范女士会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就算重新开始，一切不一样。那报仇还有意义吗？报仇不是把敌人全部打倒就能结束，只有摆脱过去，仇恨才会终止。